各位正蓝军，各位台派，各位向往民主自由的中国韭菜，大家好，这里是闽南郎 PYC。今天非常的荣幸，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毕业的这一位叫做袁宏斌的教授。然后他是海外流亡的人士，而且他非常的有名。然后最近他还发起了这个保卫自由台湾国际志愿军的宣言。所以对于我来讲说，我非常有兴趣，我非常的想采访他，为什么说需要守护台湾，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二件事情也会想要去问一下这个教授就是说为什么参与这些民运的这个运动，参与这个中国走向民主化这个运动这样子。对，然后教授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了。我之所以跨越年龄的这个差距愿意接受闽南郎的这个专访因为在我看到4月19号凯达格兰大道上大罢免那个聚焦之下，当时有2个台湾的年轻人，一个叫做八炯，一个叫做闽南郎，他们俩呢在那个大罢免这个聚焦之下，跳起了战神之舞，唱起了战神之歌当闽南郎唱起这个绝不下跪，绝不投降，为自由要跟任何强敌决死战。当我听到他唱出这些战歌的时候呢，我就想我一定要和他做一个忘年交的朋友。谢谢。当时我的整个的感觉就是，长期以来呢，国民党的那些投共卖台的政客和名嘴在台湾不断的散布这个恐共媚共的这种氛围散布投降主义思潮他们希望让台湾人告诉台湾人只要向中共下跪只要向中共投降，只要奴颜卑膝那么你们就可以得到和平。那么请问这样的和平是自由人想要的吗？用下跪用奴颜卑膝换来的和平，那是属于政治奴隶的和平，和自由人的这个概念无关。所以那天看到这个闽南郎和八炯他们能够，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他们确实是在跳战神之舞在唱战神之歌。他们唱出了自由台湾社会的那种为了自己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敢于和任何强敌决死战的这种铁血战志所以当时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自古少年出英雄谢谢。我也是看到就是袁宏斌教授，就是当时好像是您的助理有发这个名片给我，对，然后我就马上的就是说看到您的这个保卫自由台湾国际志愿军的这个宣言，我就说这一定要跟您认识一下，希望说可以采访得到您。然后我还有听说过您好像是有见过习近平跟习近平还是至交？不是至交了在1987年到88年之间我跟这个习近平做过8个月的酒友那个过程呢，就是8个月的酒友对，当时这个石板明夫在采访我的时候，我把那个过程讲述过。我有听过，只是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会觉得你们当时的情况是真的能不能再讲给观众那也可以再讲一遍也可以，但是由于一些背景呢是比较复杂的，这个背景我还是要介绍一下，否则大家不太清楚中国共产党内出了一个大良知者这个大良知者呢就叫做胡耀邦胡耀邦在中国主政10年的那个过程中他推行了10年的思想自由化时期，然后他在1987年呢不能兼容于这个中共的顽固派于是他就被废黜了。他被废黜以后呢，当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呢那是一个改革派人士了开明派人士也随着一起挨整而当时这个习近平呢正在厦门当这个市长还是当这个市委书记，他为了到北京来跑关系嘛为了他怕他父亲的挨整影响到他的仕途嘛，所以他那时候就做每隔半个月，有的时候隔1个星期他就坐这个军用飞机就从厦门飞到这个北京来找关系。他首先找的就是当时的这个胡德平先生，胡德平就是胡耀邦的长子那么胡德平先生他来了就要和胡德平喝酒那是个酒鬼这个习近平那胡德平先生人家不喝酒，所以在胡德平先生就跟他讲，我也给你介绍一酒鬼吧，你不要每次来打扰我。然后就把我呢介绍给了这个真的他真的是酒鬼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说习近平他会是爱喝酒的。他每次去都带2瓶茅台酒1斤装的1斤装的，然后他1瓶我1瓶
他出酒呢，我出这个菜，就是下饭馆我来这个买菜嘛，我来买单嘛，他就出这个茅台酒，我们俩一人一瓶，就是自己喝自己的，一次呢就是可以喝1斤茅台。那你当时的身份是北京大学教师啊？哦，你是北京大学的教师。我当时我们的年轻教师呢，有那么20多个年轻教师吧，在胡耀邦先生被废黜之后呢，我们决定向中共的最高层啊进行全面渗透，掌握权力以后呢，伺机发动宫廷政变啊，让这个胡耀邦先生呢重新这个回到权力的中心呢，来继续推动中国的这个民主化、自由化、思想自由化，当时叫做自由化思潮嘛。是。所以我是这个团队的这个一个核心人物之一了。是。所以我们那时候跟中共的很多的高官啊都有很多的联系，因为我们的学生中啊有很多都是中共的最高层官员的子女了。所以这样我们就有一些联系的这个管道了。所以这个我和胡德平先生也是这样认识，就是他父亲被整肃以后，我们就去找，而且我当时已经明确的跟他讲，我说胡耀邦先生实际上是被邓小平他们用一场宫廷政变搞下来的。说我跟他讲了，我说我要是警卫排长的话，我一梭子就把他们突突了，把这些老家伙，当时胡德平还说，这小伙子，就是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呢。胡德平把这个习近平介绍给我，而我当时对于习近平呢，就是他是习仲勋的儿子嘛，这样的话我就想，你既然是习仲勋，确实是个自由派，是个改革派，很开明的一个人。在中国的那段时期，他协助胡耀邦先生做了很多这个改革开放的事情真正改革开放的事情，所以我就当然就对他也比较好嘛。而且我是从内蒙古草原，从内蒙古考到北京大学。所以我从小我们是喝完了酒就跟牛摔跤啊，在草原上。抓住2个牛角，要一天摔10头牛，才就算锻炼身体。那北京大学应该不容易吧？考？我是当时内蒙的这个文科状元，所以考到北京大学。然后我就带他去见了一些人了，什么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等等。其实这个他原来和邓朴方也是认识的，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太子党嘛。但是邓小平领导开始整肃他的父亲这个习仲勋之后呢，就不来往。但是那个跟我呢，邓朴方主要是给我出过我的第一本这个哲学的小册子，叫《永恒的魅惑》。就是邓朴方他们那个残疾人联合会的一个出版社，叫华夏出版社，替我出版。所以我就把他这个领去跟邓朴方啊一系列的，还有这个当时的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刚刚退下来的叫陈也平的我都给他介绍，意思是给他他就是跑官嘛，明确的讲就是跑官嘛。这样他每次来他带的那个茅台酒，那确实是好酒啊。那时候的茅台酒没有假的。可是我想知道说，为什么当时会想要参与这个民运那就更早。文化大革命你知道吧？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呢，我住在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我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是1952年出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才10多岁，10岁多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呢，中共对内蒙实行军管，然后对于蒙古人展开了一次种族灭绝性的大迫害、大屠杀，历史上叫做内人党冤案。那么这个要是把它的更详细的展开那就谈得太远。你们就知道，中共曾经展开一次对蒙古人的种族灭绝性的大迫害，10万蒙古精英文化界的精英在这次大迫害中，或者在酷刑下死去，或者被迫自杀。我的父亲是内蒙古日报社的一个副编审了。当时和我一起在报社大院里一起长大的一些这个蒙古这些小伙伴呢，很多的家庭父母都被逼死、被打死。那么我在当时后来我下乡以后当知识青年嘛，在那个军事管制的时候我亲眼看见有一个蒙古的女的，是个农民吧，她根本不懂政治，但是就被有人说她是这个什么内人党要分裂祖国，就把她吊在一个大铁锅上，那个大铁锅有1.5米直径，大铁锅里头什么也没有，下面用这个木材柴火把它点着。这个女的被吊在一个树上，就是手和脚呢从背后这个拴在一起，吊在这个树上，把这个肚子拨开，
然后一点一点从那个树上往下放，往那个烧红的铁锅里放。为什么要这样？让他承认他是内人党啊。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就是我刚才讲，就是说这是共匪们搞的一个，就是说要分裂祖国的一个政党，一个政党，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就是一个冤案，完全子虚乌有的东西。是，而这个农民呢，他根本不懂政治，甚至我估计上学也就是小学毕业或者初中毕业那种，他根本不懂这些。你让他交代什么？你亲眼看见？我这个军管会的士兵压着我们知青必须看，必须有一关，然后就这样考啊，他不承认，他不知道该承认什么，然后最后呢，突然之间那个肚子咵一下就爆裂开啊，那个内脏就像那个蟒蛇一样掉到那个烧红的锅里啊，像蟒蛇一样哇啊！当时我们一个女知青马上就昏过去，这段我都写在我的那个自传体的这个文学作品啊，叫《文商》，这个是在台湾已经出版了。是，我已经写在这个书里。我当时呢，就是看了很多这些这个惨剧以后，特别是这个我们报社大院的那些蒙古的青年男女啊，跟我一起玩大的那些很多有的小姑娘的父母死了以后，他们自己也有的就这个精神不正常等等了，那个心理的摧残。所以当时我就上了我们那个爬上那个呼和浩特北边啊，有一座山脉啊，叫做阴山山脉。阴山山脉。我爬到阴山山脉的顶端啊，向苍天，那时候16岁好像，还是有没有16岁？向苍天和大地发誓啊，我一定啊要让蒙古人心灵的苦痛啊升华为自由的史诗和唯美的哲学。我要用我的笔让他们重新活过来。那年我16岁，我就发过这个誓，要和中共暴政啊决100年死战。这就是我最初啊想要跟中共这个决裂的起点。开始写这本书啊，这写了10多年，很艰苦了写的。后来我就考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嘛，我就考进了恢复高考嘛，我就考进了这个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好像10年嘛。哇啊，那你是到几岁才开始？我是那个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刚上初中啊。是说刚开始文化大革命你刚我是初中，就是那时候就停课了。所以你初中这10年，然后剩下的这个在这个当知青的这10年多啊，我基本就是靠自学了，因为我的父亲呢，这个他有一个朋友是这个外交部的，他把一箱子他的教材啊，人民大学的教材存在我的家里，我就看那些教材。我当时虽然没有这个办法上学嘛，我心里总想着我要自学，我要自己要丰饶自己的心灵嘛。所以考大学的时候，我觉得那些题对我来说太简单了。你是到20几岁才考大学？我们那3届77、78、79那3届啊，基本都是这样。哦，所以就是说，你到了初中77年才恢复高考嘛？对，67年发起文化大革命，然后那个时候你才读初中嘛？对，然后你到77年、78年的时候，过了这10年之后，才开始恢复对高考，对，然后才恢复高考之后，你才去考到了这个北京大学嘛。然后那个小学博士直接就读到清华嘛？那是no， 小学博士跟我们不一样。小学博士是怎样呢？就是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啊，那不是各个大学全部那个停课了嘛？是啊。那小学博士们，博士们，他们中间有一段呢，中共啊，毛泽东啊，为了培养他的这个接班人呢，就让大学呢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这些工农兵学员呢，就是他们毛泽东培养的自己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接班人了。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中国最坏、最蠢的一群人才能被毛泽东这个共产党选中啊！他们不需要考试，他们需要政治上忠诚于文化大革命就好了。所以习近平就是这样啊，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进入了大学，受这个共产党专门的培养。那一批人不是一批了，就是那个过程中的几批啊，就被称作是工农兵学员。了解，是从工农兵里选拔出来的啊，而且这帮东西，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层不是有7个常委嘛？这个7个常委中有6个人就是工农兵学员，就是又坏又蠢的这6个人，现在统治着中国的这个14亿人。其中有一个不是就是那个李强，李强呢也不过是当时农机的中专生。也不是一个什么
大学生，就是一群文盲。至于他们的什么博士等等，都是后面才来的，都是后面才来的。习近平的那个博士论文谁给他写的我都知道，我就不好意思这个说我这个朋友的名字了，说了怕给他带来反共的深蓝，和绿营的结合在一起。对，我今天想讲这个，你们这种结合，你们以后不是什么深蓝、深绿的，什么绿色的，不是颜色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能结合在一起？因为你们都是自由人。对，所以你们能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是，我觉得其实不管你哪一个意识形态，我们就都会反共啊，对啊。然后再有一个像刚刚这个袁宏斌教授就讲到说，共产党多么的这个可怕，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共产党真的有这么可怕吗？共产党我感觉不到啊，两岸我知道共产党有8964啊，但是他们没有亲身体验到，台湾很多人都没有亲身体验到，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他们在对岸，然后在台湾现在民进党搞独裁，他觉得民进党这样子就是独裁啊，然后共产党在对岸，我也没有感觉到现在共产党有在渗透台湾嘛。现在台湾有很多人就是觉得现在没有正在受共产党的威胁，那这些感觉，那这个就是他们没有亲身在那个共产党的统治下生活，他们不懂嘛。是啊。你看，我刚才讲了，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嘛，对，那是我讲的文化大革命这种人间惨剧啊，那太多了，我只是讲了其中的一个，对一个民族的，当时那个藏人的那个悲剧就更多了，我都当时到处流浪啊，对，我是个流浪汉那时候，后来考入北大以后呢，就是第二个让我必须跟中共暴政决死战的呢。就是8964的事件，当时我是北京大学的教师，我们那时候我刚才讲了，就是他们把中共党内的顽固派把这个胡耀邦先生罢黜之后啊，我们就准备向高层渗透啊，准备搞一次宫廷政变嘛，重新开始这个自由化的这个思想进程。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呢，爆发了这个8964运动。当时呢，在64过程中啊，我当时组建了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来这个支持学生。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的学生要抗议中共的这个贪污腐败了，当时主要是啊。那么学生的这种抗议呢，本身是一个这个正义的行为了。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实际上这个8964的起点是什么？就是胡耀邦先生突然逝世嘛，因为大家都在怀念啊，胡耀邦先生开创的那10年思想自由时期啊，如果没有那10年的思想自由化的话，根本就没有这个中国后来的一系列的这个人们的思想啊，比较的开始解放了啊，社会的自由度也开始放开了啊，包括这一些宗教活动啊，也一度重新开始了。没有胡耀邦先生开创的这10年自由化，就没有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后的一系列啊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这些因素都不可能出现。而胡耀邦先生一逝世，这个刺激了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良心呢。那大学生最敏感嘛，所以大家就以反贪腐的名义，实际上内心深处呢，就是针对邓小平他们这个整肃胡耀邦这样的这个良知人士啊，表达对他们的愤怒。但是等一下，因为很多台湾民众可能听不太懂，我们先捋一下，在1966年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嘛？对。然后文化大革命之后，你去读了北京大学，考上你考上北京大学之后，在1967到1977年，然后你又当上了老师。我在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又上研究生了。对，又上研究生，研究生又提前毕业，因为这个当时这个成绩过关嘛，就提前毕业。然后之后你又当上了老师嘛？对，你当上老师之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然后当上了老师，到了1989年的那个时候，对，你的学生开始抗议。对。然后你开始支援了这个学生。北京大学，对，我组织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去支援这些学生。好，那这样子观众大概能理解
这个事情的经过。好，那您继续。在这个支持学生的过程中啊，我还组织了北京大学这个教师绝食团，还绝食了几天吧。总之，在那个过程中啊，这个我们北京大学的一些教师呢，拜访了很多中共的高官呢，比如说是徐向前元帅啊，聂荣臻元帅啊，还有这个罗瑞卿大将的太太他夫人呐。我们的意思就是军队啊，不能够镇压学生啊，因为当时军队把整个北京城都已经包围了嘛。可是天安门它的爆发起点在整数，你说当时整数是4月15号。4月15号，1989年的4月15号呢，我们曾经一度准备呢，就是向中共的高层啊、最高层啊全面渗透，然后举行一次宫廷政变呢，对，让这个胡耀邦先生啊重新这个掌握权力，然后继续推进政治改革，推进思想自由化嘛。对。当时北京大学有20多个这个年轻教师和这个博士生了，一起来做这件事。像现在的那个中组部的那个部长，中共中组部部长李书磊，现在已经被关押的那个中共这个公安部的副部长孟宏伟，都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外围了，不是我们核心成员。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突然爆发了，就是1989年4月15号这一天呢，我当时在北大的我的那个教师宿舍楼啊，我正在门口啊，外面是突然之间狂风大作，那个天象异变，雷电交加，那很多古树都那个枝叶都被劈断，被风吹断了。我当时觉得这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时候我的一个同事啊，北京大学的另外一个教师呢，他就从外面很远的走过来，就挥着手跟我喊呐：“袁宏斌，胡耀邦先生死了，去世了。”哎呀，我当时这个内心，因为这样就等于我们长期想要努力达到的一个目标已经不可能了。我立刻转身回到我们那个教师楼的这个传达室，拨通了这个胡耀邦先生家的电话，接电话的就是胡德平先生了，就是胡耀邦的长子。我跟他讲，我们绝对不会让胡耀邦先生的身后啊太荒凉。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就立刻把我的学生招来，我把这个银行的这个储蓄折啊什么都交给他们，让他们马上把钱全部取出来。我当时这个因为写了很多这个教材嘛，还是有一些积蓄的。我所有的把钱拿出来以后，你们在今天晚上立刻把这个标语啊贴遍北京的所有高校。我给他们拟了10多条标语啊，什么好像在那个年代的宣传方式，对，绝对不用这个很多标语了，就是为这个胡耀邦先生鸣不平啊，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死了，什么等等，就这类的标语。所以当时有很大，就是大家一起出来纪念那个胡耀邦，有很大原因跟您就是有很大关系。这是我，而且当时还有一个笑话嘛，我是法律学系的嘛，我动员的学生都是我们法律系的嘛，结果他们到这个清华大学去贴标语的时候，贴的是清华大学法律学系。那时候清华大学还没有法律，清华大学的法学院是后来的，所以他们当官的一看就说这跟我们清华没关系，都是北大那帮家伙搞的。这是我搞了这些，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也在行动起来，就是我们那20多个这个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啊，都分头的行动起来。当时这个北京大学的这个团委书记啊，都是我们的人，就是已经渗透到这个程度。就是说其实也有很多改革派的这些官员，当时了，他们也是希望说中国可以走向民主化。对。但是为什么会突然说，胡耀邦去世之后，一堆人要上街抗议？就是说我比较不太懂的点是说，8964这件事情是4月15之后发生8964嘛？是因为4月15号之后就开始了爆发出学运嘛？就爆发了学运，就是因为纪念胡耀邦，因为胡耀邦他是为了要改革中国走向民主化的一个人。这是动因。公开打出来就是反对官倒，反对这个贪污腐败。是。因为当时就说这个邓小平的儿子啊，说邓朴方他们就有很多的腐败了。
但是内心深处呢，就是要纪念胡耀邦嘛。因为这个在这个自由社会活惯了的人们啊，他不太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对胡耀邦有那么深厚的感情。你想一想，在被中共压抑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么长的时间的这个精神压抑，突然大家发现这个自由了，思想相对自由了。哦，当时在北京大学，我当教师之后，几乎每半个月啊，我都会办一次这个英雄人格的讲座。没有这个，大家都很自由的可以探讨各种各样的外来的思想或者中国古代的思想都可以。要是没有胡耀邦的总体的这个思想自由政策，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这也是那些顽固派们后来不能够容忍胡耀邦这个根本原因。所以邓小平他改革开放，但是实际上在做的这个改革开放呢，现在就是被混淆了很多啊。现在这个动不动就是，这个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什么这个总设计师啊。对，他不知道中国的这个过程是2个过程，至少是2个过程。对。第一个过程就是由这个胡耀邦所主导的政治思想改革，主要是思想自由化，以及呢由万里和这个赵紫阳所主导的农村的这个经济改革。对，是当时这前10年的这个改革啊，那是在我看来，那是一种真实意义上的改革。是，它是以思想自由化为先导的。那么8964之后啊，大屠杀之后啊，这个邓小平不是还声称他要继续改革吗？他的改革就变成，用我的话讲，就叫做中共权贵的市场经济改革。邓小平的这个中共权贵的市场经济改革和胡耀邦先生所推动的思想自由化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别是什么？胡耀邦推动的改革是以思想的自由化为先导的，而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呢，它是以思想基本原则，也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为政治原则的这么一种权贵资本主义。所谓权贵市场经济是什么？就是以腐败的权力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为润滑剂而运行的这么一种市场经济，所以它必然导致权力的深度腐败啊。对，所以这是你要说邓小平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就是中共的权贵市场经济的总设计师。所以当时就是改革开放是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改革开放实际上就开始了。对，改革开放就开始嘛。那胡耀邦当时是担任什么职位？在改革开放胡耀邦最开始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然后呢是中共中央主席，然后中共中央主席呢，大家又把这个主席这个职位给废止了，他就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那个过程中啊，他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但是军委主席好像是邓小平是吗？还是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邓小平啊还没有重新复出呢。最开始是华国锋啊，华国锋是中央军委主席。然后呢，整个这个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这个宫廷斗争之后呢，他们把华国锋啊干掉以后，邓小平才重新出来。所以在这个整个让邓小平复出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掌握主要局面的就是胡耀邦啊、叶剑英啊这些人。所以是胡耀邦，然后他刚开始是先推动的，但是为什么后面是邓小平去把他斗下来？因为邓小平代表了中共党内的顽固派。所以顽固派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本质上它是邪恶的。对，他不能够允许啊像胡耀邦这样的大良知者存在，所以他先搞掉了胡耀邦，接着又搞掉了赵紫阳。胡耀邦当年周围啊集合了一群有这个良知的人士啊，当然也包括这个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了我们必须尊重事实嘛，就是习仲勋最后养了这么个坏蛋儿子，这他可能也是始料不及吧。就是当年那一代的思想自由化的中共党内的良知人士啊，他们思想自由到什么程度？像胡耀邦去这个西藏，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嘛，他去西藏考察，看到那么惨绝人寰的这个现象，他讲话的时候激动的跳在桌子上，他个子比较小嘛，他跳在桌子上，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对这个西藏人是犯了罪，他要求呢汉人的干部啊，除了技术官员之外，其他的官员全部撤出西藏。他的这样的
一些这个改革，当然就为邓小平这些顽固派不能允许，因为共产党的本质，它的政治基因就是这个独裁嘛，专制嘛。他的思想是左的，但是他实际上做就是右的，就是他其实才是最左的那种。不，他邓小平呢一点都不右。我知道我说的是共产主义啊。哦，共产主义是啊，共产主义本来是邪恶的。对，就是你就可以看到他这个邪恶本质，就是我们还是回到8964嘛，就是然后这个学生运动就起来了嘛，起来了以后，这个学生运动呢发展到5月3号，我以为这个运动就结束了，因为从85年开始啊，我们北京大学的教师啊，几乎每年都发动一次这个学生运动。真假的？从85年开始，你看都有记录的。将来的历史，85、86、87，每年都有一次。这是抗议完了就回到这个学校里。所以到5月3号呢，学生也开始回校了。我以为这个要结束了，因为已经有过激烈的冲突了。有一度他们准备那个封那个学校门嘛，那学生们一开始冲不出去嘛，那个警察封门嘛。是我的学生来问我说这个怎么办？我说得冲出去啊。那个很多女学生问我说，袁老师，他们说那个游行走的路长了以后腿就走粗了，不好看了。我说你这说错了，越走腿越细。你们只要从这个北大能够走到天安门广场，那你多走几趟，你的身材就会变得苗条起来。所以当时就有一次，教师领着学生就冲嘛，前面警察挡，那些女学生那最勇敢，在前面把高跟鞋都这个脱下来扔向那些警察。就冲了好几次，最后就冲出去了嘛，在天安门广场那游行了好几次了。按我的理解，就是这次的行动啊，就应该结束了，应该结束啊，因为我们内心深处还想着，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成就了，就是向中共高层渗透，我们还想通过掌握更大的权力来搞这个宫廷政变了。哦，但是还是结果5月3号呢，我以为这个事情就结束了，然后我就正好我去那个烟台去给我们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呢和武警总部啊联合搞这个法律教育，给他们军官呢，培养这个军地两用人才了，就是给他们军官讲法律课。我是法律学系诉讼法教研室的负责人嘛，我就到烟台去讲课去，跟那些这个中共那些军官啊，每天喝酒胡闹，他们也不学，反正是我们到时候给他签个字，他就能过关就行了。结果5月13号可能是。这个具体日期可能前后会相差一些。对，我听到美国之音里说，学生们又上了广场开始绝食了。那个时候有美国之音吗？有，偷听敌台啊，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有美国之音啊。可是你在中共国里面听得到吗？能听到，短波收音机嘛。哦，短波收音机是听得到。哦，那是中共体制内有一种罪行啊，叫做偷听敌台罪啊。哦，有啊，还有这个逮住就要判刑的。我就赶紧连夜我说课我不讲，连夜我就坐车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以后，我才发现，这时候学运呢已经不受我们教师控制，已经开始受这个赵紫阳智库的一些知识分子控制。那么赵紫阳智库的这些知识分子，他和我们的北大的这些青年教师啊，这个有个基本区别。我们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他们是要搞这个开明专制的。这个开明专制，就是他们认为这只能渐进的进行政治改革嘛，先搞开明专制然后再新权威主义嘛。这个当时可能就有点像是君主立宪不是，就是不能那么比喻，它大概是那个意思吧。对，他们是搞新权威主义的，我们是要搞自由民主的。对，那这时候呢，就是已经被赵紫阳的这个经济改革派啊。他们包括他们各种研究所啊，包括他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啊，他们主导了这次这个学生重新进入广场绝食的这个过程。那我一看我们自由民主派没有办法继续这个引导学生的这个运动了，我赶紧就回北大。第2天还是第3天，我就宣布召开了全校教师大会，然后就这个宣布成立北大教师后援团，全力支持学生。后来这个清查我的时候还讲嘛，说你这个家伙就是一个教师，你怎么有什么资格召开全校教师大会？
但是你是哪来的胆？你敢在中共办这种？我天生就是虎胆文化大革命，我又召开了全校党员大会，我写了一个致中国共产党所有基层支部的公开信，那意思就是我想从基层把共产党搞乱。然后呢，就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就是学生在广场上，我们就往那送水、送药品。5月19号呢，中共的总理李鹏宣布，当天晚上就要戒严了，军队就要进城了。然后我率领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的，在这个天安门广场的面对人民大会堂的这个西北角那一带呢，就是由我们这个北大清教师后援团的布防来保卫学生啊。那天晚上一夕数惊啊，都是就各种消息传来了，说军队要进来了，一会儿又说又被挡住了等等，那个都是前线的消息啊。这个我们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他们说这个一个消息来了，说是军队要进来了，我马上喊口号嘛，所有的这个教室全部起立，然后我说我们一定要挡在学生前面，如果有子弹有坦克车呢，要从我们身上过去压过去，这是我们做老师啊最后的这个职责。结果那个我们这个刚站起来，那一群学生扑又拥到我们前面去，就是要保护自己的老师。结果5月19号到5月23号，我在那个广场上搞了3天呢。你们不知道那个艰苦啊！白天那个太阳在广场上一晒呀，没有任何遮挡阳光的，那热的那简直就是。晚上呢又冻得半死，那个晚风一吹来呀，因为春夏之交嘛。我在那儿坚持了3天，后来说这个戒严没有成功，第一次戒严没有成功，军队被市民给挡下了。没有进来，然后我就从广场就离开了嘛，然后就是我们就开始向这个中共的上层啊，就像那个我刚才讲的什么聂荣臻呐、徐向前呐等等了，还有当时找过那个当时的国防部长秦基伟，我们去游说了，就是军队绝对不能向学生开枪啊。那这些人的秘书等都告诉我们说，首长们说了，绝对不会向学生开枪的。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呢，都到北京来支援北京的学生。但是到了后来啊，就是到了5月25、6号之后啊，我的那些学生就不仅是我的学生，就是北京的大学生啊，就都受不了了。我刚才跟你讲那个广场上那个，你亲身感受一下，你才能知道，白天那个太阳晒的，北方太阳啊，那晒的你这个那个温度啊，广场他们测嘛，地表温度是38度、37度啊，晚上那个北方的风一吹来，那又凉意，那可以说凉意侵骨啊！我的很多学生都病了，就是北京的学生基本都病了。那广场上呢就来了很多帐篷，都是那个香港啊哪捐的帐篷，帐篷里住的都是什么外地来的学生，所以5月27、8号以后，广场上呢主要是外地学生，北京的学生都已经回去休养去了。有的学生都不行了，已经身体坚持不了，而外地学生又刚来，所以他们白天去逛故宫啊，到处逛啊，逛那个长城啊，晚上就到那儿去睡觉，所以大家反正挺 happy 的。其实那个时候也还蛮 happy 的，是吗？然后我们就是一看我们的学生不在了，外地的学生呢，反正我们也就送的这个往天安门广场送的这个各种这个食品呐、饮料啊就少了一些嘛，不像以前了。那时候我们总有个感觉，就是因为就像包括徐向前这样的人都讲了，不会开枪的，我还以为真的他们不会开枪。你就说你当时有跟他们元帅沟通过嘛？就是说他们都不会开枪。元帅是我们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的人，对，和这些人沟通。我沟通的是罗瑞卿大将的这个家族成员，他的女儿，他去这个跟军队的一些这个他的叔叔伯伯啊，就是跟他跟罗瑞卿大将有很好关系的一些人，他去游说嘛。是他回来也告诉我说，基本不可能。那个罗瑞卿大将是中共的十大将嘛。就是当时也有在那里的一些军官他那时候他已经是解放军就对了，已经去世了啊。反正就是说中共的高官了，军队中的高官，对，他们认为都不会，军队不会向学生开枪。对，结果后来到了6月3号的晚上啊，6月2号我就病了，发高烧啊。结果6月3号晚上8点，我7点多我就听那个广播里啊，就广播说这个今天要戒严了，
任何人这个不得到这个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去，等等了，就是那个广播这个戒严部队的命令了。你听那个广播就会知道嘛，就是中共就要动手了。我当时发烧40多度啊，骑着自行车就这个从北大往这个长安街去赶嘛，那骑车子得几十分钟吧。我赶到木樨地，就是长安街的一个地点啊。长安街是一个中国那个最宽处有将近200米宽的那么一条很宏伟的大街。我赶到那的时候呢，就是军队已经开始进城了。我去那的时候，这枪声都响成一片的，枪声就已经开始了。那个军车呢，就顺着那个长安大街啊，向这个天安门广场啊开进，而北京市民呢，就在这个长安大街的两边那个树丛下边啊，拿石头啊去砸这个军车，想要阻止他。北京的那个人行道上铺那个砖啊，都是有那个有那个花纹的嘛。我们拿起来往地下一摔，正好裂成9块，每一块都像拳头那么大。然后那些这个北京市民啊，就一起喊1、2、3，然后同时扔。那时候那个奇迹，我觉得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感觉我现在不是你比如说你看着吧，那个长安街上那么灯光照着嘛，路灯很亮了，很明亮的灯光啊。那个军车、卡车什么就开进嘛，你就看着从4面8方那个石头啊，突然聚集到那个车顶上，然后哭一下就掉下去，怎么会那么整齐的掉下去？就会砸在那个汽车的前后左右啊，然后周围就受伤，有人被这个击倒。你说丢死？有一个女的穿那个白裙子，我听那个枪声啊，就像那个刮风一样，我就想要抓他，他往前跑，我抓他，想把他这个抓住他，让他赶紧趴下呀。结果我只抓住他的裙子那个后摆，整个一排子弹从那个后背这扫过去，啪一下就摔倒。那一晚上我从那个整个那个长安街，我背了有5、6个人吧，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死的还是活着的。我就把他们背到那个旁边的医院好像是人民医院，还有什么医院，我把他们背进去，然后我就又往那个天安门广场进发。路上遇到这个受伤的，我再背到医院，然后我再往前走。你刚刚说那个女孩子是怎样？死了，因为你没有抓住她那个整个身体飞起来。所以那个电影里演的那些都是胡说八道，什么子弹一打还在那扭，那什么乱七八糟，那根本不可能的。子弹一打，就人就飞起来。然后我就通到那个六步口，六步口就是快要进入天安门广场前面的一个十字路口。那时候那个坦克车啊，已经这个共匪的坦克车啊已经进入广场，然后广场中呢就开始学生被驱逐出来了。我亲眼看见就是有一个学生啊跑到马路边，马路边都是这么高的那个铁栅铁栏杆嘛，他已经到了这个栏杆旁边，他就要越过栏杆到人行道上了。一个坦克车从旁边画了一个弧线，好像那咔一下就把他挤死在那个铁栏杆上。那个他身体里那个血呀，噌一下就喷出来，我就觉得坦克车的声音啊，那轰鸣啊，那么嗨。但是我觉得那个声音都不如那个学生的血啊飙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那个凄厉的声音啊，更加这个震撼人。然后呢，又看见旁边有一个在六步口那儿，学生的这个学生的身体全部已经血肉模糊了，就是2个胳膊抓的一个这个校旗的旗杆，那个校旗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陕西什么什么的师范学院，就那么一个旗啊。总之啊，这就是我亲历的这个共匪屠杀这个学生的这个场面了，还有北京市民的场面。那一刻起，我就决心呢，就是绝对不能再和共匪有任何的这个合作。你亲眼看见很多人真的死在你面前了，当时。没有，我看见死在我面前的就是那个我讲嘛，一个就是我背去了好多嘛，在那个树丛里你看不清啊，就是他如果倒在树丛里他不动的话，你不知道嘛。是我背的都是还会动一些的或者怎样嘛，然后在那个六步口那儿被压死的坦克车压死的就是这2个，我亲眼看见。那是真的多人被射了？那肯定嘛，那这个我估计死的很多都是北京市民死的更多，因为他们是在他不是一条路啊，我只是走了一条路啊，他是东南西北4、5条路同时向这个天安门广场进军呢。所以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之后，我怎么还能跟中共暴政合作呢？你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上山下乡8964，再经历了8964，哇！
我的这些不是我今天讲，我都已经写到我的那个著作《文商》里，文商那本书基本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所以就是你问我为什么要搞中国反抗运动啊？我不愿意叫什么海外民运，我觉得他们中很多就是那种改良主义者啊，就是他们认为共产党还有可能自动的放弃专制权利啊，然后什么经济发展了，共产党就会自然的变好了，变得民主了。那共产党现在中国已经变成第2大经济体了，习近平不是更独裁专制了吗？所以我参与的是中国反抗运动，反抗运动，不是民运运动。对。那我可以问一下吗？您之后这件事情之后，你有被怎么样吗？说这要讲起来又是很长的故事。没事啊，我很喜欢听。这个8964之后，中共当时的这个认定嘛，有3个指挥部，所以说这场动乱啊，他们叫动乱嘛，有3个指挥部，一个在北京大学，一个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在这个什么赵紫阳的什么办公室吧，这是中共顽固派们。北京大学这当然就是清查重点了，我又是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的发起人，所以当时北京大学有70多个教师啊被列入这个清查的名单，我是第1名。哇，北京大学第1名。北京大学的70个教师的这个名单中，我名列榜首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在我受清查的过程中，我被停止了讲课的权利嘛，我仍然和中共体制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个推动了思想反击运动啊，就是我们编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的潮流》，我是这个主编嘛，然后这个开了一次奥林匹克叛变会议，所以后来人们讲嘛，就是历史的潮流和奥林匹克叛变会议是8964之后啊，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打响的反击的第1枪啊。那么有的人就会问，你被清查期间，你还能够这么自由的做这些事？对啊，你为什么没把你袁弘斌抓起来？这就要从另一个事件说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啊，具体是哪一年，我都写在我那个书里了。如果想查，那个书里都。我今天讲的具体时间可能有一点那个小误差了，但是那个书里写的都是很准确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啊，大约是在75年吧，1975年。当时我还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啊的一个工人，我当时有一个我的结拜的兄长，这个人呢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经济保卫处的处长，他叫柴志国。有一天他突然找到我说，袁弘斌，敢不敢冒一次险？要冒掉脑袋的险的事，你敢不敢做？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不敢做的事，只有我愿意做或者我不愿意做的事。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案件，就是在当时全国啊，中国全国各地啊，有20多个中共的太子党家族的成员啊。中共太子党当时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受整肃的嘛。对，这20多个成员呢，想要呢密谋啊，要刺杀江青啊，毛泽东的那个女人嘛，对，要刺杀他，那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了，但是那个江青也不是好东西，对，四人帮的头目，对，然后这些人呢，要暗杀他，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就在我们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他是从北京下放到内蒙，然后呢又从农村呢抽调到工厂，这个工厂呢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一个农机厂。他的父亲呢是这个新华社的创始人，这个人呢，他的案件呢正好落在我这个结拜兄长的手里。结拜兄长不就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的经济保卫处的处长吗？所以你的案件落在他的手里？不是我的案件，就是他们这群人啊，这群太子党啊，要刺杀这个江青的这个案子呢，就落在了我这个兄长的手里，由他负责侦破这件事情。然后他告诉我说，咱们要救他，你敢不敢？我说可以啊。救江青还是救这个受到这个侦查的这个人嘛？我们怎么能去救江青？我说可以啊，怎么办？他说你要连夜去告诉他怎么销毁证据，怎么伪造一些证据，然后3天之后就要去搜查他，逮捕他。我当天就骑着这些，那是夏天呐，
我戴着口罩，当时很怪的，也没有疫情，我就戴个口罩，也不顾就是不要让他看见我长什么样，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嘛，我就到那个农机厂找到了他。他是我刚才不是讲了，他是这个新华社这个的创办人，中共新华社创办人啊，范长江的儿子。我就找到了他，我就把这个整个事情一说，告诉他应该怎么伪造证据，把以前的你们的来往的书信呐等等全部把他这个要毁掉啊，然后你要在这个本上写你是多么热爱江阿姨啊，多么忠诚于江青啊。写完了以后，赶紧用那个高度的这个灯光啊烤它，加深它的氧化，表示你很久以前就写了这个日记了，等等了，让他赶紧跟外地的他的朋友联系。就是这件事情，至少在这个呼和浩特市这儿已经暴露了。我把这个给他传递了以后啊，这个消息传递了以后，3天以后对他这个实行逮捕，就是我的这个兄长啊带队去逮捕他，搜查。结果一搜查，因为他事先都做了准备了，什么证据也没有了。抓起来审讯他的时候呢，这个柴志国啊，我这个兄长那个手枪都是上了膛的，就摆在那个审讯桌上。他如果胆敢把我说出来，那柴志国一枪就把他打死。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录像啊，什么这些都旁边有个书记员也是我们的人，这样就把他救了。哦，当然救了他不仅是他一个人，是整个20多个太子党的集团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这些人的家族肯定都又重新掌握巨大的权力嘛，回来。所以8964以后，我开始觉得很奇怪，怎么我走到哪儿，就是后来包括把我流放到贵州啊，我都总觉得有人在暗中保护我，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告诉我应该怎么回答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保护我的就是当时啊。我有个学生啊，王晶晶啊，他应该严格讲呢，他不是我的学生，因为他是北京那个师范学院的学生。但是他北大呢，他有个同学，是我的学生。他经常呢带着他这个王晶晶啊到北大来听我的讲座。那这样就成为我的学生了。那么他的爷爷就是王震啊，就是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了。王晶晶啊，就通过他爷爷啊，可能也保护过我。所以就这样呢，我这个清查期间呢就没有被逮捕嘛。后来我搞了清查期间，我又搞了这个反击，什么历史的潮流和这个奥林匹克饭店会议，我主持的嘛。那当局就不能容忍了，就把我发配到这个贵州。逮捕以后发配到贵州，在那个逮捕我的过程中，发配到贵州的过程中啊，包括呢。我感觉到那个审讯人员有一个也在暗中的诱导我，这个保护我，我感觉是这样。所以在贵州被关押了半年以后，要求我不许再回北京，就留在贵州呢，贵州师范大学教书。所以你到贵州干嘛？就教书啊。我说你当时被抓到贵州，对，押送的秘密逮捕。哦，你逮捕多久啊？半年啊。我不是关押半年吗？你被关押了半年，这就是整个8964以后的情况了。然后我在贵州那儿奋力地写出了4本著作，一个是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蒙古人的心灵苦痛，另外一本著作是藏人的，还有一个是这个汉人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心灵苦痛了。还有一本就是我的自传体的文学作品了，就是把这些都写出来，然后我就这个跑到了国外嘛。所以我一直讲嘛，我离开我的祖国不是为了离开我祖国的苦难，是为了拯救我自己的灵魂。因为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的职业是这个法学教授了，但是我的志业是哲学和文学，我想让当代这个中国人啊，心灵的苦痛升华为自由的哲理和唯美的史诗啊，这是我的职业。所以我带着这4本承载我心灵的这个作品呢，跑到了海外。第1版的出版都是在这个那你当时被控制，你怎么还能到澳洲？半年之后吧，就释放我，就让我留在贵州师范大学教书嘛。前提条件是再也不许回北京了。但是你也可以就是出国了，就是你也算是自由。一开始不行了，一开始那整个有个10年的过程啊。哦，你有10年，10年除了把这4本书完成之外，还要这个进行一系列的这个精心的准备了。
然后才有可能。我也是读法学院的啊，我在华侨大学，中共中央统战部。哦，那是统战部的一个。对，我在统战部那个大学读法学嘛。对。然后，那个读的宪法，然后人民有投票权，人民当家作主。对。这根本就是。是啊。所以这就是我回答了你的问题，就是大概了。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是，真的跟你。这就是告诉我们台湾的这些朋友们，特别是蓝营的朋友们，你们如果台湾现在如果把主权、统治权交给了中共暴政，那你们现在马上就由自由人变成了中共统治下的政治奴隶。对啊，所以可以看得见呢，就是说像这个非常艰辛，在这个中共国里面被统治的人民，他们想要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是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甚至他想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民主化的进程，是多少代的这些从年轻一辈直到现在已经到老都还在追求的这种自由，他们渴望的这种自由。但是却有人想要让我们可能说华人最后的一块净土拱手让给共产党，然后拖着台湾人民也一起变成像现在共产党统治的这些人民，那我们未来会不会也同样经历像袁宏斌老师所经历的这个人生呢？也许对吧？你刚才问我，就是为什么我要组建这个保卫自由台湾国际志愿军的中国反抗运动军团，是为什么？那简单的讲了，首先呢，现在台湾呢是我们世界里数亿人组成的华文世界里对，唯一一片自由的圣土，对，唯一一个民主的国家。你看现在整个自由这个台湾的发展，无论在科技，在经济，在人文领域，在人权领域，在这个社会发育程度上，台湾都是名列前茅的。其实华人就是华人的希望，而且关键是台湾呢，从来就没有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这种劣迹嘛。对。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美丽、自由而善良的国家，现在却被联合国拒之于门外。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现在这个国际社会在相当程度上屈服于中共暴政。对。他的政治意志，中共暴政想干什么？像你们这次大罢免，对，这个大罢免的主轴啊，这个灵魂啊，它的核心价值啊，叫做反共护台。剿匪灭共。对。为什么叫反共护台？为什么只有反共才能护台？因为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共暴政这样的一个强权，它毫不掩饰，它要摧毁自由台湾的人民主权，对，他要剥夺台湾人民决定自己前途和台湾命运的权利，他要把台湾2300万自由人也变成像中国14亿人那样的政治奴隶。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反共才能护台，因为除了中共暴政以外，当前的这个国际社会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政治实体想要灭绝台湾的人民主权。对，想要消灭台湾人民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是。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讲呢，如果国际社会任由中共暴政征服自由的台湾而无所作为的话，那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对于台湾来说，就像我们已经讲的，2300万自由的台湾人将和中国大陆上14亿人一样，变成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这是对台湾。对于日本而言，日本作为一个海上国家，它的整个经济命脉会由于台湾的陷落呢而被中共所掌控。在形格市井之下，美日同盟的这个瓦解就不可避免了。其实如果任由中共暴政征服了自由台湾，美国呢必然会只能退回到夏威夷以东甚至萎缩成一个美洲的地区国家。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意味着什么？中共暴政如果征服了自由台湾，它必然产生的一个客观上的强化中共暴政统治的这种效应，不知道会把东亚大陆的自由化、民主化的进程推迟到何年何月。所以保卫自由台湾
对于中国人而言，就是保卫中国和东亚大陆变成一个自由土地的可能性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组建保卫自由台湾国际志愿军中国反抗运动军团的根本原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就是它组建这样一个军团，组建这样一个志愿军，它当然有军事上的意义。我们只有把我们的血和台湾人民留在一起，和台湾人并肩作战，共同抗击中共党卫军的入侵，只有这样做，证明我们保卫自由台湾的真诚，才能证明我们对自由的忠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呢，组建这个保卫自由台湾国际志愿军中国反抗运动军团它的主要的价值呢，更重要的价值或者说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和心理。当我们中国反抗运动军团和中共的党卫军在一个战场上正面作战的时候必然会对中国14亿政治奴隶在他们的心理上引发震撼性的效应激发他们对中共暴政的认知他们很可能因此而效法前苏联人民，通过一次全民起义或者人民反抗就像8964那样的大规模的全民反抗拉开中国自由民主化的序幕。对，这可能会是在下一次的整体的政治的版图决裂，因为像上次好像8964的同时，苏联也在解体。对，苏联第2年解体了。这个解体是苏联为什么？这是很多人在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8964的那样的一个运动在中国没有成功？那场是全民反抗是为什么没有成功为什么前苏联就成功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当时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没有勇气和智慧，果断地把全民反抗引导为一次人民起义，彻底地摧毁中国暴政。我说的这个中国知识分子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把自己的祖国输给了中共暴政。对，我特别认同您说的，我觉得就是反抗。您刚刚讲了民运反抗，对共产党而言，不是你民运就可以解决的。他抱着改良主义的思潮嘛，指望共产党会由于经济发展了，然后就自动的民主化了，自动的交出专制权利了，怎么可能？你看当时我们这个，它都酿成了3年大饥荒，都酿成了文化大革命，都多少人去抗议了，对，都闹得这么大了，他都可以把人血洗成这样子。对，你觉得今天我们再下一个天安门，再下一个全民抗议，我们再不去起义，那共产党有可能倒台吗？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要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反抗。对，反抗不是只有民怨，不是只有抗议，而是我们真正的去革命，对，真正的去抗议，不是这种抗议，是反抗。用我的话讲，就是用人类理性和良知所允许的一切方式和方法，去摧毁中共暴政。在几百年前一个很大的这个思想家卢梭，他就曾经论述过，人民在暴政前拥有起义的权利。对，而且中共暴政，在我的经验来看，中共暴政只能听懂人民起义的呼喊他不会被你这个什么改良主义的思潮所感动。也许我们是同一个思想的，因为有些人说要和平的和平的说抗议或是和平的演变。共产党他一直都是以甜言蜜语的方式假装和平演变，实暴政之实。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推翻专制独裁就是武装革命，但是不是说只有以台湾这边的力量，而是结合所有民主自由的阵营。对应该意识到海外的民运有一些人呢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了，他们总想呢让2300万台湾人呢承担中国民主化的这个使命吗？这样的一种这个思潮，在我看来是完全没有前途，而且是完全不应该的。14亿中国人如果你不自己拯救自己，上帝都没有办法拯救你。没错，你说的是。你要把这个中国自由民主化的这个重担，压在2300万自由的台湾人身上，对于台湾而言，那是不可承受之重。对，没错。而且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自己不去跟中共暴政决死战，想要让别人为你火中取栗，这种想法本身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有的想法。是，但是可以合作。是这样的，就是说，就在我看来啊，只要台湾能够坚守住自己的自由民主的人民主权，对，不被中共暴政所摧毁，是，他就已经极大的支持了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是，当然，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呢，它本质上就要靠东亚大陆上的各个民族，只有自己拯救自己，中国才能得到这个上帝这个命运的祝福。当然，所以那种想要让台湾为这个中国人火中取栗的这种想法呢，我觉得就是完全不可取的。我们组建保卫自由台湾国际志愿军、中国反抗运动军团，我们到这里来，不是索取的，我们是来援助的，是支持台湾的。现在台湾呢，站在中共暴政的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最前线，是他们需要的是支持，他们需要的是援助，而不是到这索取。很多这个海外民到台湾来，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乞丐，来这索取各种资源等等。我们不做这个事情，我们很明确的宣示，我们保卫自由台湾国际志愿军、中国反抗运动军团到台湾来，就是支持台湾的，支持台湾抗击中共暴政的主权逼迫。是。我觉得感谢这个有袁宏斌教授这样子愿意来支持台湾去成立这个保卫自由台湾的国际志愿军。我个人有这个想法，就是台湾一定要保卫好我们自己的这个自由民主的净土。对，中国大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人民要有自己想要救自己国家的意识，不然你自己国家没有办法救，你也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两边可以相互合作，一起推翻独裁的中共暴政，那这个就是大家人民的心之所向。对。那我觉得感谢有袁宏斌教授今天可以来支持台湾，然后跟大家正在对中共国不是很了解的这些台湾民众来讲一下中共的独裁暴政。下一件事情，我想要问你，您是怎么知道说这些内幕消息，说什么要想尽办法阻止我们什么，我们可能会去这个消息是还有一些消息我现在还没有披露出来，因为我不知道披露出这些消息会不会让你们感到恐惧等等，所以我还在思考。那么我现在就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说不仅是你的问题，也是很多人的问题了。说袁宏斌离开中国已经10多年了，那么长时间了，他怎么可能还会了解中共体制内的一些信息那我一个一个的来讲了。首先呢，我是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的教师我教的是诉讼法和政治学，我的本科学生加起来应该有800多人。然后我后来不是到这个被发配到贵州，在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开始是这个政教系，后来是法学院了。我教过的本科生也有800多，再加上研究生，我是研究生导师嘛，所以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我总共教过的学生将近2000人，这是第一部分。我的这些学生本科生这些学生现在都在中共的公检法司的各个这个要害部门任职这是第一个信息来源，可能的第二个信息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一群青年教师要向这个中共决议要向中共最高层渗透，我们是行动派，不是想想而已。当时呢，我们马上和当时的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的主任张天荣先生，还有一个叫王年一先生，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文化大革命词典编写组。我呢担任这个文化大革命词典编写组的法律顾问。我们就通过这样，我虽然是法律顾问，但我也兼着这个采访的这个职能我是觉得你怎么都敢去做这个。然后我们呢，这个张天荣后来他调到这个南京军事学院，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教育长和这个副院长。他可能最高的军衔是少将军衔，好像是在少将上退役。就是当时年呢，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向中共高层渗透我们接触了当时中共的国家主席杨尚昆，他的弟弟杨白冰，还有这个国家副主席王震，这个一系的高官了几十个。我们就以这个文化大革命词典编写组这个名义就采访了
几十个中共的开国的这个上将、中将、少将采访，就是你。别人词典你要有这个词条啊，你比如说你这个少将被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了，你怎么被迫害的？实际上我们根本也就我而言啊，他们可能这个张天荣他是主编嘛，他可能是很认真的。我就是要去拉关系啊，渗透啊，像那个中组部的这个常务副部长陈也平啊等等这一系列高官了，这是一部分，是相当一部分人。那这一部分人呢，现在当然他们已经这个凋零了，但是他们的故旧、他们的部下现在都还在这个中共体制内啊担任着关键性的职位，这是另外一部分人了。第三部分我的关系呢，就是我当时是中国的全国成人教育的法学教育的这个2门课的主讲教师和教材编写者，一门课叫做刑事诉讼法，另外一门课叫做中国司法制度。那全国这个成人教育啊，那就是一个几十万人吧，直接受过我这个辅导的全国辅导，听过我的这个录像这个授课的也有10几万吧，这是另外一个信息渠道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呢和中国武警部队总部联合办学，为武警部队总部呢培养这个所谓的军地两用人才了。经过我又是2门课的这主讲教师和教材编写者，我经常到那个武警部队各个部队去视察。我跟你说一个笑话，有一次去那个福建武警总队去监考，当天晚上去了以后呢，这个监考他们就接待我啊，让我住在这个温泉宾馆，福州的温泉宾馆，说这是我的房间是这个赵紫阳住过的这个房间，那给我住这么好的房间。喝酒的时候就喝他们那个叫什么酒，那米酒吧？米酒吗？还是米酒？就是那种很甜的那种酒，淡红色的。我喝这个酒的时候，我说你们怎么就喝这个酒呢？我是北方人呢。我们一般都喝60度以上的酒啊，我说你们怎么喝这个酒呢？我说这酒就像红糖水一样啊。他说那你就喝吧。我们就最后喝的就是一罐子，2口一罐，灌了一共喝了3罐，接着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第二天起来一看，已经11点了，考完试了。然后旁边几个大笑啊，这个军官都在那儿。哎呀，袁老师你可醒过来了，咱们赶紧去考场吧，还得等你签字呢。你不签字，那个考试不算数啊。然后我就把我拿车拉到那个考场，然后那个考场监考的是一个少将还是什么，跟我就是他们的头了，说是哎我们这考场纪律都好得很，我们军人都是守纪律的，不会抄的，不会作弊的，你请袁老师签个字吧。我就在那个卷子上一签字，这帮家伙是皆大欢喜啊，就都通过了嘛。这2门课的考试，这不仅是这个，就走到任何一个总队，包括西藏总队，都是把你喝的灌的半死，然后他们就考试去了，考完试让你签个字，就是这是我认识的，又是一大批这个我的学生了，原来也算学生了啊。所以除了这些之外呢，就是我说的那个我们救过的那20多个中共太子党。这些呢我就不能具体讲了就是，所以你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情报，还有就是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我的信息来源至少有10几万吧，我的学生、朋友等等，这就是我的信息来源。而且现在中共呢，虽然这个想要习近平了，想要控制中国啊，但是他国门已经打开啊，你不可能让大家都不出国啊。对，而且我们已经有一整套的方法，我们不会用那个现代高科技的这种什么信息传递了，我们用比较传统的方法进行联络。那请问一下，现在对我的一些情报是真实的吗？真实的，红头文件是直接有点名到，对我不仅是你，还有几个八炯，还有那个曹新成。不是关于你们的呢，我明天呢可能要征求一下一些朋友的意见。征求他们的意见，就是这个消息，中共要怎么来针对你们，要做些什么事情？是这个消息我披露出来以后，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大罢免运动啊，是有好处还是没有好？这个要评估一下。如果我认为披露出来对大罢免啊是有好处的，对打击中共是有好处的，我就会披露它。我听到他们想要对你们做的事情以后呢，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极其邪恶的，可以说完全这个违背人类的道德良知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做法。我想
我已经看到你4月19号在舞台上和巴囧啊并肩的跳战神之舞，唱战神之歌，我相信你不会被他们吓倒。我已经做好一切革命的牺牲准备。在台湾他们不敢，但是反正好吧，我如果那个评估完了以后，我会通过一些渠道把它披露出来。好，谢谢袁宏斌教授。那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下我们的伟大的总书记习近平，当时跟您喝酒的时候，他是做了什么事情？不，他这个事情有什么坏习惯？我跟这个习近平跟这个石板明夫已经披露过了。不过你今天既然有兴趣嘛，那我可以再讲一讲吧。有2件事情，我想跟你们。我最能代表这个人的本质，这个人的性情。第一件事情是，他有一次跟我喝酒啊。当时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想法，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落后呢？因为我们的人口太大。当然，我认为这种想法也对。但是当时这是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中国人口这么多，拖累了中国的发展。你知道这个习近平怎么讲吗？袁宏斌，你错了，我们中国的人口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当时听了吃了一惊，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中国需要40亿人，为什么？我当时也是问他为什么，他说40亿人才够统治这个世界。这就是他当时喝酒之后啊跟我说的，我觉得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言论了。为什么？他的逻辑是什么？40亿人统治这个世界是？他认为这个整个共产主义就是要要统治全世界的，他要所谓的解放全世界，实际上就是把他们的共产党的意志强加给全世界。全世界哦，你要这样强加给全世界，他需要40亿人。我们可以模拟一下吗？他当时坐哪里？你还记得吗？他坐在这个我对面，他就坐坐你对面吗？他指着我说嘛，说你错了，他坐对面，我坐当时的你坐这，他坐对面，对，就是坐在这里，然后他就坐对面，对，或者说我坐这儿，就是这个摄影师坐在这个地方，就隔着一个桌子吃饭嘛。你们隔着一个桌子吃饭，你们当时吃什么？你还记得吗？记不得了，反正喝酒就是茅台酒，都是他。茅台酒下一点韭菜。对，韭菜是我出。只有你跟他。当时只有我和他。就你跟他这样子。除了这个这次谈话呢，只有我和他。当时喝酒的还有有一次还有李书磊啊。李书磊是谁？就是现在中组部的的部长啊。是啊。他是我们北大好像是图书馆系的，后来又上那个中文系，研究生上中文系。当时他也是想要向中共高层混嘛，结果这个家伙现在倒是混上去了，但是他显然已经背叛了我们当初的誓言呢。你们当初的誓言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要向中共最高层渗透啊。结果然后搞一次宫廷政变吧，让胡耀邦重新主导中国的政治进程啊。对，但是他沦陷了。他显然现在已经背叛了自己的这个初衷了。还有吗？就是另外一件，就刚才说，就是他代表了习近平的一个意识形态。是。另外一个就是他个人的这个行为了。行为有一次就是喝完这个酒，就是酒基本都喝完了。坐在哪里？也是那个桌子比较高了，就是我们两个。然后有一个服务员啊，就给我们把汤端上来。什么汤你知道？我们那个北方吃饭的跟南方不一样，南方是先喝汤，我们那是最后才喝汤。把汤端上来就意味着就吃完了嘛，喝完了。结果习近平呢，照着人家那个服务员的屁股上就是一巴掌，给人家屁股拍下去，很响亮。总书记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那个女服务员啊，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了。我当时我说，哎呀，老习，快走吧，快跑吧，这你真的跟他关系这么好？我说你这太丢人了，你正要走还没走，那很大的一个桌子嘛，从那个厨房那个出口处啊，一群他妈那个厨师拿着那个锅碗瓢盆就出来了，我也看不清拿的什么，反正就是锅碗瓢盆，穿着白大褂。我一看，我说老习坏了，他一下就从那儿啊，转到这儿来，我们俩把这个桌子很大的一个桌子一下举起来当盾牌啊，就听那个桌子上叮叮当当一打，我这头是拿椅子越过这个盾牌往那头砸，他就顶着盾牌。真假的？他有这样吗？好难想象。完了，在这个过程中吧，习近平拿着盾牌，这个过程中我还跟他讲，我说
你快跑，你是当官的，出了事我顶着。他当时是厦门市委书记，市长还是市委书记，我不太重视这些官了，我也没记太清楚。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你先跑，你是当老师的，被抓住也不行。后来我们俩就一起跑。顺着那个北京大学的西校门一直往北边跑，跑的那时候那个圆明园呢还是一片荒草呢，还没有整修。我们俩那一路上跑了有400-500米啊，狂奔啊，最后一头两个人栽在那个荒草堆里。这就是他的另外在这件事呢，我们可以看出啊，他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他酒后乱性，但是他也有好的一面。这是有什么说什么，就是这个家伙，你跟他一块打架，他不会出卖你，他不跑嘛，要跑一起跑，要比较讲义气也有他那好的。他的个子比我还高啊，还有一件事情，当然说出来你不知道这个白恩培啊，凡是了解中国的这个政治的人，我一说这个名字，他就会知道。白恩培呢，他是最高的官啊，有实权的官啊，是当到这个云南省的省委书记。当年我和他认识的时候，他是延安地委书记。这个延安地委书记呢，他又到北京的中央党校去学习。那我跟他就认识嘛，然后我把他也介绍给这个习近平嘛。当时在这个中央党校白恩培的住处啊，他的床底下摆了很多的那个他从延安陕西带来的西凤酒啊，他把那叫手榴弹。他用那个手榴弹要炸开这个关系网的门呐，为他跑官呐，升官发财呀。我就把这个习近平呢介绍给他，我们就在他的那个中央党校的这个宿舍里一块喝酒吃饭。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谈到了抗美援朝，就是所谓的韩战了。谈到了这个长津湖战役。这个白恩培就说呢，这个长津湖战役啊，中国的第19兵团呢。15万人没有御寒的冬衣，就进入了这个零下20多度的北韩的那个严寒之中啊。最后结果是冻死冻伤啊。长津湖三分之二以上。现在中国不是有个拍的一个长津湖战役的那个电影吗？对。他吹捧他们这个志愿军多么伟大，多么英勇嘛。对。那白恩培这个人，他当时就说，你作为一个军事统帅。你把自己的士兵没有后勤保障，没有这个御寒衣物的这个情况下你就让他进入了这个零下20多度的这个战场，那你本身是一个犯罪行为啊。你怎么能对你的自己的军队这么不负责任呢？对，这个白恩培的这个观点呢，马上就激怒了习近平。习近平说：“我认为你说的完全不对啊，这个责任是毛主席是伟大的。”这个伟大的统帅所以他的崇拜者真的是毛泽东是伟大的统帅。我们这个第9兵团虽然损失惨重，但是我们打败了美国的王牌。然后呢，他还说什么？就算冻死了这么多人，你知道其中主要是什么人吗？什么人？主要是国民党的投降的军队。只有这样处理他们才是最合适的。这就是他当时的说法。然后两个人居然就吵起来，然后吵起来他们就打起来。习近平的比我高，扑上去把那个白恩培摁着那，就掐住脖子，掐死。我从后边抱住那习近平，这么滚作一团呐，在那个屋子里。习近平这个故事啊，说到此为止也就算了。后来你知道这个白恩培的下场是什么吗？他是习近平所谓的反腐啊，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而且终身监禁不得保释的这么一个官员。习近平就是拿他这个报仇啊，报当年的这个当时。可是习近平是掐他的，不是吗？不，习近平也被两个人互殴啊，他只不过是后来打不过人家嘛。他那个打不过他不是这个白恩培打不过习近平。白恩培用那个脚往那个习近平的肚子上踹了好几脚啊，踹好几脚。所以他们当时。但是我是怕他把那个习近平把这个白恩培给掐死了。都喝了很多酒。所以我就抱着他。当时的场景是怎么演？就是我们要不要就是什么场合压他？压在床上嘛。压在床上。他在宿舍里嘛。习近平的现象是不是？就是我讲这些呢，也不是说这个
一方面呢是想告诉大家，习近平不是想要不断的表现他是个绝对正确的什么人民的领袖、英明的导师什么等等啊，不断的想给世界人民指出前途，给中国人民指出方向。那我告诉大家，他就是真实的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竟然也把这个杀人魔毛泽东当成他的崇拜者嘛。然后那你说他还讲义气，但是他又说，但是他又对这个军人不负责任，这也是他不是他要通过这个处置这个国民党的投降的军队啊。是，这国军所以现在这个国民党的这些权贵啊，简直是彻底忘本啊。所以我觉得啊，如果台湾被统治的话，应该就是这些国民党的啊，或是我们这些台湾的被共产党殖民的这些台湾人民会被拿来当共产党的炮灰去打美国。对啊，我们应该要去抗美援台。他们甚至把共产党就说用过了你就把你扔掉。你看那国民党的军队投降了中共，在内战中投降了中共就把你这样的处置，是，连棉衣他都不愿意发给你。对。发一件棉衣有那么难吗？而且他们那些中共的军官都是长期进行战争的，他不知道那考察战场的气候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因为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样最简单嘛，你去那冻死就算了。一方面你可以去当炮灰，另一方面又还可以解决掉后顾之忧，因为这些人是投降的，不信任你，没有信任嘛。哎，这想想还真的是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哈？对吧？习近平这样子上任，作为这就是一个中国人的悲哀嘛。真的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成为14亿人命运的主宰者。那作为习近平的老友，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习近平说？我现在就是没有任何话想跟他讲，我跟他讲话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用我残余的生命全部的投入到发起一次人民大起义中。人民大起义。我们要来推翻你，习近平，摧毁中共暴政，摧毁中共暴政，推翻中共独裁，而且我们是要以革命的手段来去发起人民起义，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即将要做的事情。对，所以大家就等着看吧。好。感谢这个袁宏斌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人，希望我们接下来会有更大的动作。所有的观众们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继续的持续关注，我接下来会带更多值得让大家一起探讨的内容给大家，谢谢大家一起欣赏，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谢谢教授，谢谢。谢谢。